久等了，谢谢你啊，帮忙介绍律师。不用那么客气，正好我老家有个学法律的同学，以前跟这个刘律师打过交道，他是法律援助顾问，专门帮助弱势群体。听说了郭老先生的事儿以后，他愿意无偿帮忙。别呀，不用无偿，律师费我们该交，我来交。毕竟郭老先生已经很困难了。可是程小姐，旅客现在要告我们公司，你找律师帮旅客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宇航，其实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公司都是无责的。我就是觉得这样对待郭老先生太不公平了。放心吧，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。刘律师来了。李小姐，你好，刘律师，这是程机长。你好，程潇。陈机长好。刘律师您坐。宇航，你先去忙吧，就不用一直陪着我们了。那刘律师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刘律师，请坐。好。陈机长，我就开门见山吧。啊。郭老先生想要告赢陆航，难度很大。以目前您给我的材料来看，缺少关键证据，情况会非常不利。这案子我可以办，但我也实话实说吧，打赢官司的概率非常低。文婷哥，程小姐让我先回去。她不想让你牵扯太多。其实我没事儿的。你能帮忙联系到合适的律师，就已经解决最大的问题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进去啊？让程小姐知道，其实是你在帮她。她的性格不愿连累别人。安婷哥，我不会让今天的事儿传到公司里面的。谢谢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先提一下我当事人的诉求。作为死者的父亲，郭老先生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认错。对于郭晓亮先生的不幸离世，我方作为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行业先锋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，愿意为死者的家属呢提供一笔慰问金。那具体的金额呢是可以商量的，但是我方希望这一切都是私下的，不做任何曝光。郭老先生明确主张，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道歉。很抱歉，我们不能承认没有做错的事情。大家呢都是专业人士，关于民用航空法里的法条，我不用再阐述了吧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呢，我必须要提醒一下。在飞机上，郭晓亮先生对机组明确表示了他是没有病史，但是这是近1年来郭先生在医院的就诊报告，他一直以来就有失眠、焦虑、心绞痛、心律不齐等症状，还有，这是他去世前1周在8个工作群里的工作谈话。郭先生呢是24小时工作待命。所有证据呢都显示，郭先生的忽然死亡是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引发的。刘律师，我认为贵方不应该追责陆航和江机长，而是郭先生的用人单位才对。
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第822条，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、分娩、遇险的旅客。所以，我们认为在此次事件中，陆航作为承运人，并没有做到尽力救助。郭先生在发病之后，我们的乘务人员马上开始尽全力施救，然后我以飞机能够安全飞行的最快速度飞行。落地之后，乘务人员又给郭先生进行了心肺复苏，直到医务人员上来。可以说，我们全机组人员为了挽救郭先生的生命，已经是全力以赴了。但很遗憾，还是没能够挽回。但为什么不去备降呢？您的副驾驶提及，飞机在塞贡东南侧海域上空时，由他亲口向塞贡管制申请过备降。当他出去查看病人情况后，再次返回驾驶舱，您却已经决定取消备降，直飞新加坡，导致死者错失了最好的抢救时机。刘律师，这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，不是因为飞机不备降，所以让郭先生失去了生命。即使当时备降了，一样不可能确保郭先生可以生还。但备降至少能赢得更多生还的可能性，但这可能性却被江机长有意地错过了。什么叫有意啊？如果飞机备降在塞贡，郭先生不幸去世，那贵方是不是也可以说，去了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的可能性被江机长有意地错过了呢？因此，民用航空法里才做了明确的规定：当航班上发生此类情况的时候，机长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。无论机长选择备降还是直飞，都是合法合规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江机长为什么要修改塞贡的陆空对话录音？什么？修改录音？修改录音跟本案是没有因果关联的，更何况，您能举证吗？我是 XD8-5航班的机组成员。陆空对话录音与我记忆不符，漏掉了江机长说的病人情况已经好转，所以这个录音是被修改过的。那贵方拿到过当时的录音原始文件进行比对吗？为什么不能解释成为这位员工因为工作的矛盾造谣诽谤呢？方律师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，起码的工作原则都不要了吗？看看，这就开始了。方律师，我们不该把矛头对准到证人身上吗？刘律师，无论是根据民用航空法还是民法典中的违约责任，贵方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。仅凭这位证人的一面之词，你觉得法庭会采信吗？那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要让老先生费神耗力，最后落得一场空呢？老先生要的是真相和道歉。你所谓的真相，只是你臆想出来的。程潇，请不要把个人矛盾放在如此严肃的场合。江机长，对于录音的事情，您真的问心无愧吗？我们很同情郭老先生一家，但是这个和解条件是我们的底线。刘律师，我希望您能为您的当事人好好的考虑一下。我回去跟我的当事人再商议一下。看不下去了，就这样吧。行，可以。那行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
你有病啊！洗澡怎么不锁门呢？你咋不知道敲门呢？我哪知道你在里头啊？我刚把那几把手镯放里边。再说了，你们俩洗澡不都在里屋吗？那里屋希尔道堵了呀。我上哪知道去啊？说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就白花花的一片。敢说你看到了？夏芝，你最近减肥挺有成效啊？啊？你不是说什么都没看到吗？你哎，别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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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敲门！赶紧敲门！赶紧敲门！这给你。Right hand orbit, Ganza 263.调解会开完了。顾部长好。顾部长好。当然，我已经把程潇停飞了，这不是咱们之间的约定吗？行，那再见了，方律师，咱们保持联络啊。江部长，你把程潇停飞了。没错，他最近的情绪状态完全失控，我认为他短期内无法直飞航班。你是有什么异议啊？程潇的行为的确有过激的地方，但说他情绪失控，我认为不妥。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？训诫谈话，纠正思想。可是我已经把报告递交到总裁办了。徐总刚刚的批复。南婷，你敲错门了。飞行部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往上提交？你知道的，程小可一直都是徐总最关注的女飞。停飞多久？后续怎么处置？这个，那得看徐总的意见了。江部长，我郑重请求您，跟我一起去请示徐总，重新商议对程潇的处置。可我认为目前的处置很恰当。我知道了。
在酒吧喝多了，我们谁都劝不住他。这儿呢。怎么回事？肖姐不是被停飞了吗？我们就想着陪她喝酒消消愁，可谁知道才一喝就停不下来了。听说今天下午的调解会，程小姐妈妈来了，江部长还请她当了陆航的委托律师。你们两个先进去把另一个弄走。那肖姐呢？我想办法，快去。大芝啊，这两天你该跑哪儿去了？你是不是喝不过我想走？你不是说要回家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回家干什么？我要在这儿陪潇潇。哎，好了，不喝了啊。你不是说有瓶特别好的酒，一定要让肖姐尝一下吗？不信你问宇航。好酒？对，夏夏，你确实说过。走。哦，哦，潇潇，你等着我啊，我回去给你拿好酒。哎，站着。你背我。你这么沉，我哪背得动啊？你胡说！早上偷看我洗澡的时候还说我瘦呢。这都是个误会。走了。走了。我背着，哎呦，这么沉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打不老的。